大家好，在前面的影片裡面，我們有重新介紹了 From Template 這一個模板系統。在這一次的影片裡面，再來介紹一個如何統合多個 From Template 的模板，讓它更容易來操作的一個方法。首先，再來複習一下 From Template 操作的幾個重點。模板檔必須放在一個指定的資料夾裡面，這一個是在 From Template 的設定的畫面裡面，必須來指定一個特定的資料夾。例如，我的模板檔都是放在011-From Template 這個資料夾裡面，在這個資料夾裡面，我就有了10幾個的模板檔了。如果你在這一次的 Obsidian 執行的過程中建立了新的模板檔的話，記得必須要去執行 reindex templates 這個命令，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在這一次的 Obsidian 的執行裡面來使用新加入的這一個模板檔。如果沒有做這個 reindex， 模板系統是沒有辦法找到這一個新加入的模板檔的。當然，如果你沒有重新做 reindex， 但是重新啟用了 Obsidian， 它也是可以重新讀到新加的模板檔的。在每一次的索引以後，每一個模板檔其實它都會自動建立一個命令，因此每一個模板檔都可以自行的來指派一個不同的快捷鍵給它，到時候就可以直接點擊這個快捷鍵來快速的操作這一個模板檔。但是隨着模板檔的陸續增加，要去記得每一個模板檔的按鍵其實是不太可能的，因此我就透過今天的影片來介紹，將這一些常常要使用的模板檔給放入一個功能表裡面，再去設定一個容易記憶的按鍵，到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按鍵來選擇要執行的模板檔。比如說我把我的模板檔的功能表設定成按下 Alt V， 是我點擊了 Alt V 以後，它就會彈出 From Template 的模板檔的這些選單，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決定我要執行哪一個模板檔。比如說我要執行這個 Anki 英文，它就會立刻彈出英文的模板檔。我輸入完畢以後點擊 Add， 它立刻就會產生出新的筆記了。如果這一次是要做國文的習字，就點擊國文習字，它就會出現國文習字的這一些內容。它就會根據我們的需要來特別做不同的模板檔的選擇，這樣子就不用去記憶每個模板檔不同的快捷鍵了。這樣子對我們在建立新的筆記的時候，可以達到更快速的一個功能。以下就來介紹我們要如何建立這一個功能表的操作的步驟。首先，步驟1必須找出 From Template 所有模板它實際上在 Obsidian 裡面的命令。我在這邊提供了2個方法。以前我在第127期的時候已經有介紹過了一個 DataView.js 的腳本，透過這個127期裡面的腳本就可以直接產生出需要的內容。我來執行一下，我是把它叫做 List All Commands 的筆記檔，在這個筆記的裡面呢，就寫了一個 DataView.js， 這個就是 DataView.js 執行完以後的內容。它這個腳本的內容是在這個地方，各位可以去看第127期裡面的內容，就可以找到這個腳本了。今天要介紹的是第2個方法，它比較簡單，建議大家盡量使用這個第2個方法。它其實就是使用 Obsidian 的 DevTools， 然後直接在裡面執行下面這個命令，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內容給產生在 DevTools 面板裡面了。首先我先點擊 Ctrl+Shift 跟 I 來進入 DevTools 面板。面板出現以後，就點擊 Console 進入主控台。主控台裡面可以先點擊這個符號，把內容給清空。在這個裡面把剛剛的這個命令給複製進來。它不行，我們直接手動輸入。這個就是我們要執行的命令，然後點擊 Enter， 它就會出現下面這個清單。在這個清單上面按右鍵，再點擊 Copy Object， 把它給複製起來。接着可以把內容顯示出來。我們先把 DevTools 右邊的 X 給它關掉，然後再開啟一個新的筆記，按下 Ctrl N， 在這個筆記裡面按 Ctrl V， 把剛剛複製的內容給貼上。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已經把所有的命令都複製起來了。這個就是剛剛複製起來的所有目前 Obsidian 裡面的所有命令。接着來找 From Template， Ctrl F 輸入 From Template。这個前提當然是所有的模板檔的檔名都有固定的格式，我都是使用 From-Template- 這個格式來啟用的。現在就可以直接來找所有的模板檔對應的命令。這一邊已經找到了，這個是旅遊的模板檔，然後這個是 Anki Reversed 反向卡片的模板檔，然後有國文習字、國文伸展、數學，還有 Anki 等等，這些就是我們要處理的內容。我們就可以觀察一下它的命令，它的命令我們要使用的是這個 ID， 這個 ID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是這樣子的格式，其實就是外掛的 ID， 然後冒號後面就是檔名，只是它都全部改成了用小寫的方法來呈現。有了這些 ID 以後呢，就把它給記錄起來，接着就可以來進行第2步，來撰寫 Template 的腳本了。
這個功能表的腳本是使用 template 來撰寫。我先來把這個檔案給開啟起來。各位看到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Markdown 的檔案，所以它的副檔名是.md， 它的開頭呢是小於百分號星號，然後最後的結尾是減號百分號大於。在這個裡面就是寫上要操作的 JavaScript 的腳本的內容。它的內容其實很簡單，首先先定義一個陣列，在這個陣列裡面放模板檔的檔名的右半部，也就是從 from 減號 template 減號右邊的這些內容就是這個選項。為了要快速操作的關係，所以有加上了序號，有1點空格，然後才是這個檔名。所以最後要取出來實際的檔名是要從這個第3位開始取的。所以我們在後面這個 type 呢，就使用了子字串從第3位開始取出來，用這個 to lowercase 把它轉成小寫。後面我們的選單其實就是使用 tp.system.suggestor 函數把這個命令給顯示出來。顯示出來以後呢，使用者就選擇。如果使用者有選擇的話，就會往下繼續執行；如果沒有選擇的話呢，就會透過 return 呢就彈回去，就不執行後面的這個動作了。真正在執行的時候，就是取出這個名稱以後，把命令給拼接起來。因此這個冒號左邊就是我們這個 from template 的 ID， 然後右邊就是實際的命令，使用 app.commands.execute command by ID 來執行它。這樣子就可以執行剛剛的命令了。我們可以再重新執行一次，像這樣子就可以彈出這個視窗。這個視窗就是使用 tp.system.suggestor 來負責彈出這個視窗的。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功能表產生的一個內容。有了這個腳本以後，我們要執行第3步，要到 template 的選項裡面來登記這一個命令，進入設定，找到 Community Plugins， 再輸入 template， 再進入它的選項，往下找到這個 template hotkeys， 在這個 template hotkeys 裡面點擊 Add New Hotkeys， 然後輸入檔名。這邊因為已經輸入過了，就不做這個動作了，就是這個筆記的名稱是叫做 cmd-from-template-menu.md， 也就是我這一個檔案。只要把這個檔案給指定好，把它加到我的 hotkeys 的清單裡面，再點擊關閉，這樣子就可以了。這個時候如果按下 Ctrl P，就可以在命令面板裡面找到剛剛加進來的這個命令了。既然它有了命令以後，就可以進入熱鍵設定裡面找到這一個命令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命令。這個時候就可以按這個加號來賦予它一個新的快捷鍵了。那我在這邊已經把它 assign 成是 Alt V， 因此到時候點擊 Alt V 就可以正常的來顯示它，也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功能表來執行任何你非常常用的模板檔的。以上就是為大家介紹使用 Template Hotkeys 來建立一個常用的模板檔的功能表的方法，它的擴充性是很強的。除了我们可以把模板檔都放到這個功能表以外，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，把很常用的這一些命令，也可以自行來建立自己常用的這些命令。這個就是介紹了這個簡單的方法給大家，各位可以去根據自己的需求再去變化使用的範圍。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內容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技巧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也可以考慮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繼續拍下面的影片。今天介紹到這邊，謝謝各位。